对于吃瓜群众来说啊，这真是一个幸福的年代。韩国总统的瓜我们还没有吃完，没想到竟然在简中互联网吃到了博瓜瓜的瓜。昨天晚上啊，推特上一则博瓜瓜的声明被疯传了，15个小时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330万。然后呱呱在声明当中爆了一些猛料，然后也有很多人质疑这个推特到底是不是呱呱本人的。他的文章，他的中文写的这么烂，肯定是有人假借呱呱的名义在炒作，然后割一波韭菜今天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一起吃一个博呱呱的大瓜，也分析一下这个在推特上神秘现身的呱呱到底是不是真的伯希来的宝贝儿子。然后呢，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博呱呱的这个推特账号，它其实是创建在2013年的8月份。但是呢，这个推特说实话其实非常干净，只有这两个，本来只有一则声明，刚刚多发了一则这个英文的声明，只有2个声明，然后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互动，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干净，没有什么历史记录的一个推特账号。我们知道博呱呱他的这个本名呢是叫做博旷义。所谓旷义呢，就是旷世异才的意思嘛，是博家的老一辈对于他的这个期许。所以我们看到推特的名称同时有博呱呱跟博旷义2个名字都在，所以这是正常的。然后呢，我们如果简单读一下呱呱的这个声明的话，你会知道说读起来好像不是特别的顺畅，比如说什么我本望保持低调，然后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呱呱从小在国外长大，在国外读书嘛，他在中文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离开有一点点久了，这个语言环境对他来说有一点陌生，所以用中文来书写这个一个声明可能让很多人读起来不是特别的顺畅，但是也因此让很多人质疑呱呱你到底是不是本人呢？为什么你好像这个读起来你的这个文字不是特别的就是有水平，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声明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在博呱呱他发了这个中文的声明之后，可能因为很多人说他这个中文不行，刚刚我录了第1版视频，然后他马上又发了一个英文版的，然后呢我把他这个英文版的这个声明翻译成中文，我们就以他这个英文版的翻译来看他这个声明哈。在这个声明当中呢，呱呱他首先提到就是他最近刚刚结婚然后因为在婚礼上有他个人的一些私人的演讲的片段传出来了，被人断章取义，给他造成了这个困扰。我们看到他第一个中文版的声明，实际上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推下面来发的，所以其实婚礼内部的一些演讲视频曝光，我们先看一下这到底是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3周年的继承，我们共同用喜悦来洗礼他不朽的精神。他们范家祖训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从小讲的也是如此，家为小义，国为大义，国家为重，心怀大义。我爸爸妈妈以身作则，慷慨激昂，忍辱负重，为人民为大局牺牲。我也完全效力 ，Daphne 就是我的大局。他也跟我宣扬台湾8年已久，来到才知道，的确是水果甜，人更甜。从街头的 barista 到帮我们大肚 Paul，How are you？加班赶礼服的裁缝，所有人都好温柔，就连这几天在电视上评论我的，不论说什么，台湾腔一出，我就感觉很亲切。应该说呢，呱呱在这个演讲当中还是有一些触景生情，有一些感伤哈。站在他的角度来看，你想想看，新人旧事一起涌上心头，然后肯定是有一些想法的猜测哈。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这么一个时间点，在沉默了，像他自己说的，沉默了12年以后，在这个时间点会想要尝试写一点东西发出来跟大家做沟通。虽然他们博家包括呱呱，包括他的父母或者他们的家人
没有怎么公开出面来自我辩护哈。当他薄瓜瓜想起现在身陷囹圄在狱中的这个父母，可能在他自己大喜的日子的时候，多少会有些感伤，所以哪怕他中文水平比较有限，也会忍不住说想要说两句，尤其是有一些人外界对于他父母、对于他们家人有一些就是诟病或者有一些误解的时候，我想这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然后也因为刚才提到呱呱，因为从小在外面长大，在国外读书，然后家里出事，失去了父母的医护之后，他也在海外工作，所以他这个中文读起来没有那么顺畅，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文章的最开始呢，其实呱呱他也是先回应了，就是他的这个法拉利的这个传闻传说他当年就是开法拉利去接送有争议的一个约会的对象，对不对？但是呱呱在这个地方就是澄清了说，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没有调查清楚，他也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的一派胡言，是无稽之谈。然后他披露说，这个因为这个原因，《华尔街日报》就撤回了关于这篇报道，但是他在中文版说，后来这个记者。就是因为这篇不实报道，不得不辞退了工作不过他在英文版当中好像取消了这个细节，没有再说这个事了。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在中文版本上面呢，其实他也提到，就是说用了一些专业的英文词汇我相信这些大概是新闻业或者是法律界的一些英文的词汇可能呱呱他不一定知道中文的专业词汇对应的是哪一个，所以他会在中文当中夹杂一些英文。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海外华人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接下来呢，呱呱提到了就是他当年在牛津大学传说他是被开除的，不过他认为他并没有说是因为自己读书不好或者是太顽劣，而是因为他妈妈病危，所以为了陪妈妈而休假1年请了这个间隔年，所谓的 gap year。然后这个细节呢，其实是与呱呱的履历基本上相吻合的，因为牛津大学的大部分本科课程，比如说呱呱他拿的这个文学学士就是3年制的，如果休假1年的话，刚好是4年毕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呱呱在他的中文版当中提到了一个就是可以证明自己的细节，就是他说他当年读书不好的时候，他妈妈曾经写给他一个小册子的语录来告诫他，然后训诫他。然后他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可以把这个语录拍照片上传，如果他真的把这个照片传上来的话，应该是可以增加他文章的可信度的。接下来的话呢，其实呱呱就开始为他爸妈的这个贪腐的指控进行辩护说根本没有海外流传的他们家的亿万家财他说到就是他之所以在海外读书这么多年能有钱就是主要是因为他妈妈博古开来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合法的收入。他还提到就是很传说当中很出名的这个富豪徐明，说是薄家的白手套他说根本不是说因为徐明和他们薄家有什么钱权的交易，而是因为徐明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洞察力的朋友他教会了这个呱呱怎么样剖析事物，这个技巧他觉得比财富更重要，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就好像艾森这样给大家分析剖析一些时事，然后判断到底呱呱这个瓜甜不甜，到底是不是真的呱呱，我觉得是一个道理。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比财富真的更重要。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呱呱他重点聊了一下他自己父亲跟母亲的一个功过得失，然后呢，他提到就是这薄熙来他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努力工作，想要简单就是为民谋福利的这么一个官员，一个领导。然后他说，之所以薄熙来会失败，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薄熙来不擅长建立人际关系，不擅长做1对1的沟通，然后这让他显得就是非常盛气凌人，非常冷漠跟傲慢。
实际上这在中国的这种官场里面是非常要命的一个事情。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他当然有动机为他的父亲辩护说好话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呢，站在一个外人的这个立场上来说，以我个人在当年在大连跟重庆都有跟当地的一些同事朋友，我们都聊起过薄熙来，大家给我的反馈其实都是非常一致，他们都对于薄熙来当政几年的这个政绩给出了非常好的评价。然后呢，薄熙来也接下来解释，就是其实他们薄家是非常痛恨文革的。他提到一个细节，一个意思，就是他当年去798这个画廊买了一些就是文革有标语的那些书包，然后他家的姥姥见到这个书包都会头晕，所以他认为就是他们一家痛恨文革，不可能就是专门搞运动来唱红歌，来给文革招魂。他说，之所以会有被人诟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唱红歌的这个运动，是因为，他父亲薄熙来觉得人们就是富起来以后，需要精神上也同时富足起来，所以他才倡导阅读西方的、东方的经典图书，然后来组织来歌唱有中国文化遗产的革命歌曲。但是这个事情后来不受控制，演变成了一个让人恐惧的一个红色的运动，唱红歌的运动。然后他觉得是他父亲在管理上失控了。然后第三点，他也提到就是重庆当时比较出名的就是打黑的这个运动。他呱呱的解释就是说，并不是说想要通过打黑这个运动来帮他父亲巩固他的这个权利，因为他本身就是权势熏天的，而且他因为这个属于红二代，家里这么有权势，他根本不需要通过打黑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反倒是当地的黑白两道都会各种想要过来巴结。但他之所以他的爸爸薄熙来之所以想要这个打黑，是因为当时黑势力猖獗，所谓乱世要用重点嘛，否则的话，想要发展经济这个局面是打不开的。但是他的错误就在于说，选错了负责的人。他讲到就是王立军当年是在东北是以一个英雄警察跟勇敢和罪犯做斗争的这么一个英雄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但是随着这个王立军他这个步步高升，权力越来越大以后，变得欲望越来越大，然后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最后导致薄熙来养虎遗患，反而被老虎咬伤。对，所以这个地方呢，薄瓜瓜其实也顺便跟他母亲做了一个就是辩护。他说他妈妈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从当年在北京开一个这么成功的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律师事务所生意好，当然肯定多少有一点点，就是因为家里有人，对吧？大领导的家属，这个多少会有点这方面的一些关系。但是他也提到，就是他妈妈当年成为第一家在海外打赢官司的一个律师事务所，说明他妈妈也不是浪得虚名，对不对？所以他说他妈妈其实是看人很准，但是王立军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就会趁他妈妈身体虚弱的时候，就是给他妈妈下药，导致他妈妈长期这个卧床不起，然后足不出户所以他觉得对他妈妈来说没有道理，就是以他妈妈这么有智慧的一个人，没有道理要沦落到要杀人灭口的这么一个地步。而且呱呱他也提到，就是传说被杀的英国人海伍德与他们家交往的一些细节，这个时间点呢也基本上与我们已知的公开的事实是相吻合的。然后文章的最后呢，其实呱呱他提到，就是薄家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没有意愿想要参与和习近平的这个政治竞争。然后他提到就是薄家跟习家两个家族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冲突，而且反倒关系比较好。这个实际上薄熙来跟薄谷开来入狱这个事情也跟习近平没有什么关系，在呱呱看来是有人把这些事情改编成政治剧，或者在中文版里面他会说是有些人为了巴结上位刻意想要帮将来的皇储扫清这个掌权的障碍，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人被
就是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来故意刻意的来挑拨离间，最后才导致自己的父母啊双双锒铛入狱。所以我们基本上看完文章之后呢，下面我们把重点放在怎么样分析这个呱呱到底是真是假。他的推特账号我们刚才已经看了，这个推特账号实在是非常的干净，就是没有什么新的帖子，完了之后没有什么互动的痕迹，也就只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推文下面发了一个回复，尝试引起大家的关注，来给大家一些就是发表声明的一个机会。而且我们如果打开看他曾经关注的一个关注列表的话，就会发现他关注的人呢，主要都是一些英文的大 V， 然后中文大 V 以前基本没有，最近这2天才开始逐渐多起来。然后呢，他唯一关注的一个比较可疑的对象，就是一个看起来像是博呱呱的这么一个账号。但是为什么说它可疑呢？是因为我猜想应该不会有人拿自己在酒吧喝醉了酒、放浪形骸和几个女孩子在鬼混的照片作为一个社交平台的头像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可疑。也因为这些东西哈，这个地方为什么一开始很多人会怀疑这个博呱呱不是真的伯希拉的儿子，而是有人想要冒名顶替？原因就在于说，如果博呱呱真的想要澄清某些人对于他们家的误解的话，他就需要让大家相信他就是呱呱本人，这样才会有效果。比较常见的做法通常是，比如说通过自己信任的媒体或者记者，甚至接受媒体的一些专访，要不然你如果真的想自己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比较低调的发一个东西，不想引起大家的关注的话，你的确是可以用自己的社交账号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你找一个这么干净没有什么内容的一个推特账号，没有任何痕迹可以证明他本人的一些东西，也没有办法证明他就是博呱呱这个身份的东西，然后用一些非常不流畅的中文来发表声明，我觉得这只会加深大家的误解，这种做法非常的不合理，也起不到应该有的效果。然后而且说实话，你如果要通过自己的社交账号发的话，你通常写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以后，一定会请一个比较有智慧的，或者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帮你看一看，不管是中文也好，或者是英文也好，你要保证你发出来的东西不会引起更多的误会，不会导致更多的麻烦，然后影响到你自己身在国内的家人，对不对？所以不过好在刚刚就是我录第一版视频的时候，呱呱刚刚发布了英文版的声明，而这个声明的话，因为本身呱呱他作为这个纽约州的职业律师嘛，他肯定这么多年读书也好，工作也好，都是用英文的，所以他这个英文版的声明会更准确的表达他的意思这样的确会更好一些。所以呢，呱呱他刚刚发布了这个英文版的这个推文的话，也再进一步的证实了我们之前的推断是正确的。之所以现在很多人会怀疑这个推特上的呱呱不是真的博旷益，原因就在于之前推特上曾经有人冒充过习近平的公主习明泽，所以呱呱这件事情一出来，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怀疑他的这个身份可能是冒充的，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我们仅仅只有一个推特账号和一篇推文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找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本人的身份，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尝试用AI 来分析了一下他之前的这个中文版的声明，然后当然了，这个 AI 分析的结果就是他的这个身份有可疑。当然也提到，我觉得 AI 有一些分析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他提到就是如果是博呱呱公开发布自己的声明的话，他肯定需要考虑到可能引起的这个法律跟政治的后果。然后因为中文用词跟逻辑显得过于随意嘛，所以变成说让人家更加不太能够理解，反而就是越想要辩解，越想要澄清，变得越难澄清。我相信呱呱之所以会发布一个英文版本的这个东西，可能多少跟我之前对他的这个质疑有一定的关系吧。然后文章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呱呱提起他们家并没有过亿之财嘛，然后失去父母的这个庇荫之后，他更是需要在法律界跟华尔街打工，
然后，所以其实，在我们这边，在加拿大，在我很早以前就已经知道，博呱呱其实他有好几年时间就是在我所在的这个城市蒙特利尔他在工作的，而他工作的地点，说实话，就距离我们家这个只有很近的几个街区。对，实际上呱呱它就是在这栋楼里面工作，在加拿大的这个公司。然后当然也有传言，就是为什么这家公司会请他去做事情，也是因为他们家看他们家的面子，也是因为他这个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家显赫的一个身世。但是就因为他这个工作的地点，其实往这边走两三个街区就是我们家，所以说实话，他这个情况我还挺有发言权的。而且想要在海外的职场混，尤其是像这种金融圈、法律界，你想要建立人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交平台就是 LinkedIn，对于呱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尝试的话呢，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在 LinkedIn 这个平台上找到呱呱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可以点进去看呱呱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它似乎并没有在 LinkedIn 上面设置就是必要的隐私条件，就是到底是他的朋友圈才可以看他的这个 LinkedIn 的这个 profile，还是谁都可以看？他目前没有做这个设置，所以他没有刻意的来避讳外人。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毕竟他在工作当中需要依靠 LinkedIn 这个平台来建立人脉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他的账号联络人这个地方可以很容易找到，就是呱呱他设置了一个就是我们在推特上的一个账号，而这个账号就是指向连续发了2个声明的，就是这个博呱呱的推特账号短时间内涨粉好几万。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有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博呱呱的这个 LinkedIn 的账号是真实的，就是博呱呱本人的话，那因为他在这个博呱呱本人的这个 LinkedIn 账号里面已经证明了他的推特账号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推特账号是博呱呱本人在推特上发的文章也是出自于呱呱本人之手。除非有一个特例，就是除非他的 LinkedIn 的账号被盗号了。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们暂且先排除这个可能性哈。那不同于推特等就是其他的社交平台，LinkedIn 这个平台的话呢，你如果想要做一个假账号，这个难度其实是要高不少的。原因就在于说，你需要使用一些真实的信息，比如说你的教育背景、你的职业经历，来构建你的职业人脉网络。而且跟你互动的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线下真实的一些人，他们有公司有学校经过验证的。所以说实话，如果一个衣着清凉的小姐姐，她在 LinkedIn 上尝试跟你搭讪的话，你其实只要打开她的这个领英的账号看2眼，很快就能够推断出来这个小姐姐到底是不是这个杀猪盘，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呱呱的这个 LinkedIn 的账号呢，其实它是2017年9月份就已经创建了，然后它的这个就是推特账号是1个礼拜以前才刚刚更新的，对，然后它的照片是1年以前上传的。所以基于这个信息，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博呱呱在他的领英账号上有非常详细的个人信息，包括他目前就职的公司，他在多伦多跟蒙特利尔就职的公司然后他自己的一些在哪些学校读书的经历，然后他自己的一些职业的资格证书。尤其是我们看到，就是博呱呱他拥有美国纽约州的这个职业律师的这个证书，而这个证书是可以查询得到非常详实准确的信息的。更何况我们也看到博呱呱的这个领英账号里面有超过500个人以上的这个人际之间的联系跟交往要知道它最多只能显示500个，意思就是说它其实可能会有1000个或者1200个都有可能。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博呱呱的这个领英账号，它其实长期都有很多的一些互动
比如说他会有发帖子，然后他会有发表给人家就是评论有回复，然后他会给人家的帖子点赞，而这个互动呢是长期不断一直有的，一直不间断有的，而且跟他互动的这些人并不是随便点乱点的，都是比如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或者是加拿大多伦多当地的，而他们这个金融界，他们这个法律界圈子里面的这些职场人士，然后呃。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看回呱呱发的帖子，这个帖子呢是他自己为他公司撰写的一个行业报告或者政策分析的一个报告。然后他这个帖子下面，如果我们点开来看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人都会给他点了赞，而点赞的这些人都不是 nobody， 点赞的这些人，他们本身也是存在着一些就是不同的就是 linkage， 它有不同的人，然后不同的分析，然后给他点赞的这些人也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他们这些人本身也有线下跟线上很多的连接，所以你想想看，你如果想要造假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给他点赞的这些人是他以前公司的同事，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一点，就是博呱呱不是冒牌货。比如说这一位，我们点开来看，就会发现他曾经任职的公司他是这个公司的经理，而这个公司就跟博呱呱是同一个公司。还有一点就是，另外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位，如果我们点开的话，就会发现他不仅仅是博呱呱曾经任职的这家公司的同事，而且他还是一个 Chief of Compliance。那就是首席合规官，而这个是比较高阶的一个职位。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的，就是可以推断出来，就是我们在领英上跟这个推特上的博呱呱都是薄熙来的宝贝儿子博旷义本人没有错。因此呢，我们也就可以多了一个吃瓜的这个来源，所以今天就是整个分析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你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